暴雨如注的夜晚，豆大的雨点砸在柏油路面，溅起半尺高的水花，模糊了整个世界的轮廓。突然，两束刺目的苍白色灯光骤然撕裂雨幕，重型货车的轰鸣声如同失控的巨兽，裹挟着死亡的气息，朝着人行道上那道撑伞的窈窕身影猛冲而去。站在后方不远处的林静竹瞳孔骤缩，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几乎没有丝毫犹豫，身体先于大脑行动。他如离弦之箭般冲破雨帘，在货车即将撞上的瞬间，用尽全身力气将前方的女子狠狠向前推开。时间仿佛在这一刻按下了慢放键，滂沱的雨水在空中定格成细密的水珠。被推开的女子惊慌回头，视线穿过朦胧的雨帘，与林静竹在半空中交汇。那是一张美得惊心动魄的脸，乌黑长发湿漉漉的贴在白皙脸颊，精致的五官在雨水的映衬下，既有成熟女性的清冷疏离，又不失明艳逼人的光彩。林静竹的心头猛地一震，这张脸她太熟悉了。苏清离，当年豫南中学公认的校花，如今身家数十亿，名动南省的商界冰山女神，更是她高中时期那位几乎零交流的同桌。缘妙不可言，这是林静竹脑海中闪过的最后一个念头。紧接着，凄厉的刹车声刺破雨夜，轮胎摩擦地面的刺耳声响如同鬼哭狼嚎，伴随着苏清离撕心裂肺的呼喊不要。剧烈的疼痛感如潮水般席卷全身，骨骼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林静竹眼前一黑，意识如同断线的风筝，在无边的黑暗中漫无目的的飘荡。不知过了多久，一道模糊的身影在黑暗深处向他靠近，那道身影带着熟悉的温暖气息。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指尖相触的瞬间，整片黑暗轰然崩塌。林静竹猛地睁开眼，刺眼的阳光透过明净的窗户洒进教室，空气中弥漫着夏日特有的燥热，混杂着粉笔灰与旧书本的淡淡味道。头顶的吊扇吱呀作响，扇叶转动带来的热风夹杂着班主任刘春平铺直叙毫无波澜的讲课声，那声音单调的如同催眠曲，让人昏昏欲睡。他环顾四周，熟悉的蓝色课桌椅，窗外老槐树上叽叽喳喳的蝉鸣和掠过的飞鸟记忆的洪流，如同决堤的洪水汹涌而至。林静竹终于恍然大悟，他重生了，回到了2007年的初夏，回到了豫南中学高30班的课堂，回到了16年前那个改变他一生的夏天。上一世的遗憾、不甘、悔恨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难以抑制的振奋与惊喜。重活一世，他有机会弥补对父母的亏欠，有机会抓住错过的机遇，有机会改写平庸的人生。甚至他忽然想起了那位与自己重逢便让他丧命的校花同桌，心中不禁生出几分复杂的感慨。林静竹缓缓转过头，看向身旁的座位，一个少女正趴在桌上熟睡，素净的马尾垂在肩头，几缕碎发贴在脖颈，红白相间的校服外套轻薄透亮，领口下露出一截白皙修长的脖颈，肌肤细腻的如同上好的羊脂玉。本该肥大臃肿的校裤，在她身上却被浑圆修长的双腿撑得微微绷紧，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哪怕是心理年龄34岁，见惯了风月的林静竹，也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口水，悄悄移开目光。上一世，她性格内向腼腆，成绩平平无奇，在人群中如同不起眼的尘埃。面对这位全校瞩目的冰山校花，始终带着深深的自卑。同桌3年，两人说过的话加起来不超过10句，连偷偷多瞄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如今重生，他虽心中感慨万千，却也没奢望能和这位高不可攀的女神产生过多交集。毕竟高中3年，多少家境优越、相貌出众的男生在他面前铩羽而归，自己又凭什么能让他另眼相看？林静竹，上课发什么呆？班主任刘春严厉的怒吼突然响起，打断了林静竹的思绪。全班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他，眼神中带着几分幸灾乐祸，仿佛在期待他被训斥的场面。林静竹正想开口道歉，身旁的少女却被这声怒吼惊醒。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长长的睫毛如同蝶一般颤动，缓缓抬起头，阳光恰好落在她的脸上，精致的五官，挺翘的琼鼻，粉嫩的樱唇，少了10几年后的成熟风韵，多了几分不施粉黛的青涩清纯，正是年少时的苏清离。四目相对的瞬间，林静竹清晰地看到苏清离眼中的震惊，她的樱桃小嘴微微张开，仿佛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紧接着，他的眼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红，晶莹的泪光在眼眶中迅速积蓄，几乎要夺眶而出。还没等林静竹反应过来，苏清离突然张开双臂，不顾全班师生惊愕的目光，朝着他猛扑过来。香风扑面，柔软的身躯紧紧地抱住了他。教室里瞬间陷入死寂，时间仿佛静止，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最后一排的两人身上。下一秒，惊呼声、议论声、倒抽冷气的声音如潮水般爆发，整个教室如同烧开的锅炉，
彻底沸腾。而被紧紧相拥的林静竹只觉得一股淡淡的栀子花香萦绕鼻尖，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满心的疑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冰山校花怎么突然对自己这么热情？与此同时，苏清离的脑海中也翻涌着复杂的记忆。上一世，34岁的她已是商界叱咤风云的女强人，身家数十亿，却始终单身。在那个暴雨夜，她险些丧命于失控的货车之下，是林静竹舍命将她推开。在林静竹的丧礼上，她看到了她悲痛欲绝、几乎昏厥的父母，心中充满了愧疚与自责。后来，她跟随林静竹的父母回到老家，在林静竹的房间里，发现了那张豫南中学06级高30班的毕业照。照片上，18岁的自己神情清冷骄傲，而林静竹则安静地站在角落，腼腆地低着头。那一刻，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她才认出这位救命恩人竟是自己高中时的同桌。她翻看了林静竹从小到大的日记，那些泛黄的纸页上记录着她每天的生活琐事，学生时代的喜怒哀乐，对未来的憧憬与迷茫。从那些琐碎的文字里，她一点点了解到这个内向同桌的善良、勇敢与正直。他会为了保护被欺负的同学挺身而出，会省下零花钱帮助流浪的小动物，会因为考试失利而偷偷难过，也会为了梦想而默默努力。他还在日记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原来这位腼腆的同桌曾经偷偷喜欢了自己3年，却始终没有勇气表白。无数个夜晚，他都在林静竹的房间里徘徊，看着她的照片，读着她的日记，心中满是遗憾。如果能重活一次，他一定要主动靠近她，让她知道自己的心意。如今梦想成真，他真的回到了16年前，再次见到了年少的林静竹。激动、喜悦、庆幸，如释重负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忍不住紧紧抱住了眼前的少年，哽咽着在他耳边轻声说：“我找到你了。”信息量太大了，林静竹有些大脑宕机。前一秒，他刚过完34岁的生日，马路上舍命救人见义勇为，被大货车当场撞飞；后一秒，他就重生了，回到16年前的高中课堂。都还没等他消化接受这样的惊人变故，再下一秒，同桌的高中校花哭着就扑了上来，将他一把抱住，也不知道还念叨了一句什么话。这是什么剧情走向？这一刻，林静竹脑瓜子嗡嗡的，一个念头狐疑冒出来：仙人跳。林静竹还没搞清楚状况，讲台上，年纪将近50岁的中年老男人班主任刘春已经要出离愤怒了：林静竹，你上课睡觉就算了，居然还调戏同桌。班级里的同学们也都愤怒了，目光刷刷如凌厉箭矢怒射而来。林静竹愣了一下，顿时醒悟回神，手忙脚乱将怀中的校花同学赶紧推开。老师，误会啊！刘春更加出离愤怒。什么误会？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强暴苏同学？你还把苏同学弄哭了。林静竹也突然有点想哭了。我真没有啊！教室里同学们彻底群情激愤，声讨汹涌。苏清离从最初醒来时看到林静竹那一刻的激动哽咽情绪中缓过神来，随即记忆如潮水回溯，让他终于弄清楚了眼下的情况。他重生了，回到了18岁的夏天，高3的班级教室，重新变回了2007年这个夏天坐在他身旁的同桌少年，16年后为救他而牺牲的救命恩人。只不过，似乎自己刚刚给对方惹了个不小的麻烦。够了，林静竹，你给我出去！走廊罚站半小时，班主任刘春已经忍无可忍，咆哮着要做出最后审判。等等。这时，已经理清楚现状的苏清离也收拾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情，站了起来。最后排座位上，少女掌身欲立，除了眼圈还微微发红，脸上神情已经自然恢复到冰山校花素来的清冷平静模样。她望向讲台上的班主任，语气清淡：“老师，您误会了，刚刚的事和林静竹同学没有关系，是我主动抱了她，是我自己刚刚做了噩梦，被吓到了。”风波过去，教室内恢复平静。殊不知，与此同时，身旁的同桌校花正微微侧着身子，单手托腮，津津有味地盯着他看。上一世只有车祸前的惊鸿一瞥，重生后这才是真正第一次如此近距离仔细打量他的未来恩人。昔日同桌与10几年后相比，面前少年的相貌并没有太多变化，依旧帅气，只是多了几分这个年纪男孩该有的青涩与稚气。一头蓬松散乱的黑发，刘海稍稍长了些。如果面前少年不至于这么内向腼腆，过去总是低着头不与人接触交谈，本也该是不少学校女生们会偷偷喜欢暗恋的对象。苏清离为自己上一世不曾留意到身旁同桌而觉得有些遗憾，不过也没事儿，现在他有大把的时间，好好和对方慢慢相处，多多交流，深入了解。想到此处，苏清离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弧度。林静竹突然觉得后背有些凉飕飕的，好像被什么道行高深的狐狸精盯上的感觉。
一转头看到美丽的同桌校花正单手托腮，眼睛一眨不眨看着自己。林静竹问出道：“你瞅啥？”但讲台上的班主任 S 直接目光凌厉如电射来：“林静竹，你又在干嘛？”下一秒，从刚刚就心怀嫉妒、密切留意这边情况的班级同学立刻举手，慷慨举报。林静竹刚刚一直色眯眯盯着苏同学看，林静竹又裂开了。林静竹几乎拼了老命，就差没指天画地赌咒发誓，才勉强让半信半疑的老班刘春接受。应该真是幻觉，刚重生信息量太大了，可能脑子还没缓过来，得再缓缓。林静竹嘀嘀咕咕地收回目光，重新振作精神，努力去听讲台上老班的催眠讲课，避免再被抓到把柄，小命不保。殊不知，在他收回目光的同时，身旁校花同桌表面目不斜视，但那看似专注听讲的清冷面容上，嘴角却正露出一丝微不可察的笑意，逗逗自己这个恩人小同桌，可真有意思。不过，聪慧如苏清离也意识到，虽然自己重生了，但也得注意好隐藏，表面得维持住他自己的人设。过于亲昵热情，不说旁人会疑惑，更可能把他这个可爱的恩人小同桌给吓到，那就反而不美了。念及此处，苏清离又露出笑意，下意识地伸出香舌，在嘴唇上轻轻舔了一下，瞬间流露出的这一抹妩媚风情。隔壁第三组后排有男同学正鬼鬼祟祟往这边偷看，刚好瞧见苏大校花这一瞬间的风情，险些看呆没坐稳，一屁股要从凳子上摔下去。林静竹忍无可忍了，但每当他转头看去，校花同桌总是以惊人速度更快一步转身回头，重新变回一副正襟危坐、清冷高傲模样。等他收回目光，下一秒立刻就感受到对方的视线已经重新悄咪咪落回到自己身上，如此循环往复，林静竹嘴角忍不住抽搐，拿笔刷刷写了张字条推过去：“姐姐，你到底想干啥？”苏清离淡定，内心不然。怎么办？心都化了。他叫我姐姐耶。这时，一个同班男生凑过来，眉飞色舞对着林静竹竖起大拇指：“静哥，可以啊，苏大校花的便宜都给你占到了，牛逼！怎么样，追？这总比你给那个宋静文当舔狗强吧？”宋静文，林静竹听得愣了一下，随即想起来自己当初高中的时候，好像是有过这么一段感情的黑历史。林静竹转头看到一个穿着学校夏季校服和及膝短裙的漂亮女生，脚步欢快朝自己走了过来，身旁还跟着另一个女生。上一世身边坐着美女校花同桌，却没动心思。一方面是因为林静竹性格内向，面对苏清离没有勇气；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已经心有所属，喜欢上了同届7班的宋静文。最开始其实还是宋静文觉得林静竹长得有点小帅，合她胃口，所以主动出击，一套搭讪撒娇装可爱的连招下来，直接把当时没怎么和女孩子打过交道的林静竹迷得5迷3道的，直接死心塌地就喜欢上了人家。当高考毕业，林静竹真的费尽心思，花了整整2周叠了一花篮的千纸鹤，一大瓶满天星，还省吃俭用攒下300块钱买了个正版米奇布偶，凑足10个礼物，满心欢喜。在宋静文生日这天冒着大雨给他送去时，却在他家楼下看到宋静文正忘情地和学校一个富二代男生大胆激吻，富二代的手甚至已经摸索进了他的上衣里，纯爱战士就此心碎，应声倒地，往事不堪回首。但既然重生了，林静竹自然不可能再当舔狗。林静竹，我和倩倩想吃雪糕，你去小卖部帮我们买一下。豫南中学的小课间只有10分钟休息，从教学楼这边去小卖部，用跑的最快来回也得8-9分钟，能把人累得够呛。听着沈科的指责，宋静文却可爱搜头嘴：“你不行，太点了。”换作上一世，林静竹估计真就心花怒放，屁颠直接去跑腿了。但现在的他早就一眼识破面前宋静文的把戏，即便对方捧着嘴模样可爱，也只让他心中更加鄙夷嫌弃。不过毕竟是心理年龄30多岁的成熟男人，他还不至于和一个小姑娘置气撕逼。想了想，林静竹决定用一种礼貌的方式委婉回绝：“你没病吧？没病的话自己去买不就好了？”宋静文懵了，突如其来的神转折让他的脑瓜子有些嗡嗡作响。宋静文忍不住气恼起来，跺了跺脚：“你到底去不去嘛？你要是不去，我可就……”话说到一半，想要威胁，但宋静文却发现自己有些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并没有什么能威胁对方的筹码，却突然听得一道冰冷悦耳的声音响起。他当然听得懂，倒是你们2个听不懂人话吗？如同神兵天降，又好似女帝临朝。当豫南中学全校公认的冰山校花女神面色冷如冰霜，迈开一双大长腿从10班教室后门走出，每一步都用力的仿佛踩在所有围观群众的心脏上，马尾辫在身后飞扬甩动，径直走到那宋静文和崔倩倩2女面前。
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将某人如同护小鸡仔似的严严实实护在身后。苏清离看向宋静文，将近1.7米的修长高挑身材，让他足够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冷冷俯视对方。林静竹说了对你没兴趣，你还在这儿死缠烂打，不觉得丢脸吗？剧情突变，峰回路转，看着横空杀出护在自己身前的校花同桌，林静竹脑门上再次缓缓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这又是什么情况？一通头脑风暴之后得出结论，他和宋静文有仇。宋静文和崔倩倩也被眼前局面弄了个措手不及，有些慌乱，尤其是面对着身材修长高挑、相貌清冷明艳的学校公认校花，和身旁闺蜜对视交换眼神，两女心中都有着惊疑困惑。她们和这个苏清离应该没过节吧？你和林静竹又是什么关系？我和林静竹是好朋友，是那种有机会牵手的好朋友。说完没忘记斜眼看向苏清离，明显带上几分得意示威的意思。真想和女孩子牵手，牵我的不用跑腿，免费。苏清离道，一句话石破天惊。那么下一秒，入眼的下一幕画面便彻底让所有人瞬间被震撼失神。豫南中学玉秀教学楼前草木葱翠，日光透过高大繁茂的林木枝叶，在高30班教室后门的走廊地面上洒下错落有致的金色光斑。清冷动人的校花少女伸出白皙手臂，无比自然将手放入面前同桌少年的掌心，如同公主向校中骑士发出的主动邀约，然后反手握住，主动牵起，毫无保留，肆无忌惮的将这一幕画面狠狠砸在了在场所有人的眼球上。对于这一刻的林静竹而言，同样是一脸懵逼的还没搞清楚眼前状况，某人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自己的校花同桌牵着回了教室。铃声蛮横不讲道理的碾碎打破了走廊上的死寂，无数同学如梦初醒，来不及消化刚刚那一幕画面的震撼，便慌忙四散各自奔回教室。上课铃声如催命符般响起，将走廊上的喧嚣强行按下暂停键。林静竹与苏清离一前一后回到第4组最后排的座位，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诡异安静。阳光透过窗户斜斜洒进教室，在课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却驱不散林静竹心头的困惑。他侧头看向身旁的苏清离，对方正垂着眼帘整理课本，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浅浅的阴影，侧脸线条精致的如同精心雕琢的白玉。林静竹张了张嘴，想打破这份沉默，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上午走廊上的牵手画面还在脑海中回放，那温热的触感仿佛还残留在指尖，让他实在摸不透这位冰山校花的心思。那个林静竹终于还是开了口，声音细若蚊绳，刚才的事谢谢你。苏清离抬眸看了他一眼，眼神平静无波，语气淡淡的，别误会，我只是看不惯那2个女生仗着你脾气好就随便占你便宜，牵手也只是权宜之计，你别放在心上。他嘴上说的云淡风轻，心里的小人却早已欢呼雀跃。牵手哪是权宜之计，这可是我计划中的第一步。小林静竹的手又软又暖，真想多牵一会儿。林静竹听他这么说，心里的石头稍稍落地，露出了然的神色。我明白，是我想多了。可转念一想，他又觉得不对劲，自己的右手从进教室到现在，好像还被苏清离轻轻握着。他犹豫了一下，指了指2人交握的手，一脸为难。那个现在上课了，这手是不是可以松开了？老班刚才还在走廊巡视呢。苏清离这才像是刚反应过来，若无其事地松开手，指尖却悄悄蹭过林静竹的掌心，留下一丝若有若无的痒意。他依旧维持着清冷的表情，抱歉，忘了。心里的小人儿却满是遗憾，哎呀，被发现了，要是能一直牵着就好了。林静竹看着自己重获自由的右手，悄悄松了口气。他不是不解风情，只是现在的处境实在微妙，被班主任抓到可就麻烦了。很快，历史老师拿着讲义走进教室，这位瘦瘦小小的老头子一上课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从唐宋风华讲到3省6部制，声音有气无力，像极了催眠曲。教室里的同学们大多昏昏欲睡，有人偷偷把手机藏在课桌下看小说，有人趁着老师不注意往嘴里塞零食。整个课堂弥漫着慵懒的气息。林静竹坐直身体，想着苏清离毕竟帮了自己，于情于理都该好好感谢一下。他拿出一张草稿纸，用笔写下谢谢2个字，轻轻推到苏清离面前。苏清离瞥了一眼纸条，没有抬头，飞快地在上面写下怎么谢，又把纸条推了回来。林静竹看着这3个字愣住了，他原本只是客气一下，没想到苏清离会这么直接。他心里的小人儿忍不住吐槽，哥们儿上辈子把命都给你了，你怎么不想想该怎么谢我？可转念一想，苏清离又没重生，根本不知道前世的事。他重新拿起笔写下你想怎么谢，再次推了过去。这次苏清离的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笔尖在纸上划过，
留下娟秀的字迹，叫声姐姐听听。林静竹看到这行字，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她难以置信地抬头看向苏清离，对方却依旧专注地看着讲台，仿佛刚才写下那句话的人不是他。冰山校花还有这种特殊癖好？林静竹满脑子问号，只能归结于自己前世对苏清离的了解太少。她咬了咬牙，写下不行，换一个，将纸条推了回去。苏清离看着纸条，眼中闪过一丝笑意，很快又写下那中午请我吃饭。林静竹看着这行字，总觉得自己好像被算计了。她无奈地叹了口气，点了点头。身旁的苏清离嘴角的笑意更浓了，心里的小人得意的欢呼：小东西，姐姐还拿捏不了你。历史老师讲的兴起，不知不觉就拖了堂，直到下课铃声响了3遍，他才意犹未尽地抱着讲义离开教室。老师刚一走，同学们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瞬间从座位上弹起来，收拾好东西就呼朋唤友地往食堂冲。林静竹也起身准备去吃饭，刚走到教室后门口，就被沈科喊住了。沈科一个帅气的跨栏动作，越过一排课桌，凑到林静竹面前，一脸殷勤：静哥，走，一起吃饭去。今天你可是走了大运，又是被校花强暴，又是被主动牵手的，必须庆祝一下。我请客。沈科花了整整1节课的时间才消化完上午的事。他觉得苏清离只是出于正义帮林静竹牵手，也只是为了打击宋静文，两人之间肯定没什么，所以这会儿他丝毫没有醋意，还热情地搂着林静竹的肩膀开玩笑。不过说真的，苏校花对你这么亲密，还是头一遭。要是你们在一起吃个饭，我可就真信你们谈上了。话音刚落，一阵清香扑面而来，苏清离走到两人面前，目光淡淡扫过沈科，然后看向林静竹：吃饭去。短短3个字，却像一颗重磅炸弹，让沈科瞬间僵在原地，脸上的笑容也凝固了。林静竹指了指沈科，试图转移话题。沈科说他要请客，能省一点是一点，1周就100块生活费，可经不起造。苏清离柳眉微蹙，看向沈科：你请客。他的语气没有变化，可周围的空气却仿佛瞬间降温。沈科先是连连点头，可迎上苏清离清冷的目光，又突然打了个冷战，声音都弱了下去：我请还是不请啊？你不请。苏清离的语气不容置疑。沈科立刻点头如小鸡啄米：对，我不请。静哥，你们俩吃，我家里突然有事儿，我妈生2胎呢。说完他转身就跑，生怕晚1秒就会被苏清离灭口。林静竹看得目瞪口呆，这变脸速度，不去当演员可惜了。苏清离满意的收回目光，看向林静竹：吃饭去。林静竹无奈叹气，认命的转身：走吧。逃到走廊拐角的沈科偷偷从墙后探出头，看着林静竹和苏清离并肩离去的背影，忍不住吞了口唾沫，声音发颤：不是这俩真谈了啊？豫南中学的高3年级在玉秀楼，从4楼走楼梯下来，穿过1楼走廊旁的小门，就是一条林荫道，道路右侧是种满花草的小公园，平时总有学生在这里散步背书，左侧则是用铁丝围栏围起来的塑胶跑道操场。此时正是午饭时间，林荫道上挤满了往食堂赶的学生，一个个摩肩接踵，热闹非凡。这帮臭小子上学踩着点进教室，吃饭倒比谁都积极。路过的老师看着拥挤的人潮，忍不住摇头笑骂。林静竹站在林荫道前，看着前方人山人海的景象，皱了皱眉。最后1节课拖堂，现在去食堂肯定连座位都抢不到。而且他侧头看向身旁的苏清离，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几分。中午的阳光越来越烈，苏清离脱下了长袖校服外套，随意打了个结围在腰间，露出纤细的腰肢，扎起的马尾辫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动，平添了几分飒爽。短袖校服下的手臂白皙如玉，长裤勾勒出的双腿修长挺拔，他就站在那里，仿佛整个校园的光芒都聚集在他身上。带着校花同桌去食堂吃饭，众目睽睽之下，我明天怕是要上学校男生的暗杀榜了。林静竹的紧急避险意识瞬间拉满，对苏清离提议：去校门口吃吧，食堂人太多了。苏清离点点头，语气平淡：好。他伸手捋了捋额角的碎发，这个随意的动作却让路过的男生纷纷驻足，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仿佛被施了定身咒。林静竹也忍不住多看了2眼，心跳漏了一拍。苏清离察觉到他的目光，以为他还想牵手，挑了挑眉，抬了抬手，想牵手。林静竹瞬间清醒，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了，重生第1天，他可不想被妒忌的同学们围殴。说完，他转身就往校门口的方向跑，仿佛身后有洪水猛兽在追赶。苏清离看着他慌张的背影，无奈地撇了撇嘴，眼底却满是笑意。小同桌还是太害羞了，不过这么逗他也挺有意思的。
他加快脚步，轻快地跟了上去。校门口的阿兰饭馆是学生们常去的地方，主打各种盖浇饭，分量足，味道好。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比食堂贵。林静竹每周只有100块生活费，平时很少来这里。一走进饭馆，他就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钱包要大出血了。苏清离的心情却很好，他跟在林静竹身后，好奇地环顾着饭馆的环境，简单的桌椅，墙上贴着的菜单，都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眼中露出几分怀念的神色。他完全没注意到林静竹紧绷的表情，找了个空桌就坐了下来。林静竹抬头看向墙上的菜单，青椒肉丝盖饭6块，土豆牛肉盖饭8块，肉饼鸡排双拼盖饭9块，价格一个个跳进他的眼里，让他头皮发麻。就在他纠结的时候，苏清离已经招手喊来了老板，一份葱爆羊肉盖饭14块。老板麻利的记下，林静竹的心瞬间揪紧，14块，这可是他2天多的生活费。苏清离转头看向他，你吃什么？我来份番茄炒蛋盖浇饭吧。林静竹咬了咬牙，选了菜单上最便宜的5块钱一份的盖饭。苏清离皱了皱眉，这么素，你不吃肉吗？这个年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只吃素怎么行？他心里的小人儿已经开始抓狂，笨蛋小同桌，怎么这么委屈自己？林静竹深吸一口气，编了个借口。苏清离一眼就看穿了他的谎言，直接对老板说，再换一份土豆牛肉盖饭，还要2瓶冰镇酸梅汤。他把其中一罐酸梅汤打开，推到林静竹面前，语气带着几分严肃，多吃肉，读书才有力气。林静竹看着面前的酸梅汤，又看了看苏清离认真的眼神，心里一阵无奈，却又莫名有些温暖。他拿起酸梅汤喝了一大口，酸酸甜甜的滋味在口中蔓延，稍稍缓解了他对钱包的心疼。就在这时，苏清离突然开口，语气随意的像是在聊天气，你每周的生活费1大半都给宋静文花了。林静竹一口酸梅汤差点喷出来，剧烈的咳嗽起来，脸都涨红了。你怎么知道？苏清离端起自己的酸梅汤，用吸管小口喝着，语气平淡，学校好多人都知道，我听人说的，当然是看了你的日记才知道的，你的小秘密我可都清楚。林静竹的脑袋咣当一声砸在桌子上，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原来我给人当舔狗的事，全校都知道了，也太丢人了吧。苏清离看着他懊恼的模样，还以为他心里还惦记着宋静文，顿时急了，不行，我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小同桌，可不能被那个海王渣女拐跑了。他轻咳一声，等林静竹抬起头，才一脸认真的开始教育他，像你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对异性有朦胧的好感很正常，但你要记住，出门在外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感情里陷阱很多，不要随便被女孩子的花言巧语骗了，不然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林静竹听得一脸茫然，脑门上缓缓冒出一个问号，这怎么还教育起我来了？我一个34岁的灵魂，还用得着被一个18岁的小姑娘指导感情问题？苏清离见他不说话，还以为他不服气，继续说道，怎么不服气？觉得自己很聪明，不会被骗？林静竹正想开口解释，苏清离却没给他机会，直接开始列举证据。高一上学期，宋静文叫了你一声林静竹哥哥，你就把1个月生活费全给他买了明星唱片。去年寒假，他说了句我们家林静竹，你就每天骑自行车给他送了半个月的爱心早餐。今年元旦，他一句再考虑和你牵个手，你又上交了2个月伙食费，最后只换来一句谢谢。还有，苏清离滔滔不绝地说着，从时间、地点到具体细节，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仿佛他当时就在现场一样。林静竹彻底呆住了，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他内心的小人儿疯狂咆哮，卧槽，他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难道他也重生了？不对啊，要是他重生了，怎么会不知道我救过他？苏清离看着林静竹震惊的模样，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慢悠悠地喝了一口酸梅汤。还有很多，用我继续说吗？他心里的小人儿得意洋洋，无他，唯看过某人全本日记耳。小林静竹，这下看你还怎么抵赖？林静竹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他看着苏清离，眼神复杂。不管苏清离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有一点可以肯定，自己在他面前好像没什么秘密可言了。阿兰饭馆里，饭菜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却驱不散林静竹心头的尴尬。苏清离将他高中时期的舔狗黑历史一一细数，每一个细节都精准命中他的痛点，仿佛拿着放大镜，将他过去的幼稚与卑微摆在阳光下暴晒。服气没？苏清离放下筷子，目光清淡地看向把头埋在桌面的林静竹，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服了，彻底服了。林静竹闷闷的声音从手臂下传来，脸埋得更深了。他算是看明白了，自己这高中3年的光辉事迹，怕是早就成了学校里的公开笑话。
苏青离见他这副模样，嘴角弯了弯，又迅速恢复清冷。现在知道就好，以后离宋静文那种女生远点儿，别再让人当枪使。必须的。林静竹猛地抬头，眼神坚定，像是立下了什么宏图大志。我恨不得把重生时间再往前调2年，把那些黑历史全抹掉。苏青离满意的点点头，继续趁热打铁。你这个年纪，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宋静文再来找你，别搭理他。其他女生要是想找你玩，也要学会拒绝。你说的对，好，成。林静竹连连点头，俨然一副听话好学生的模样。可当苏青离说要是发现其他女生对你有意思，第一时间给我打报告时，林静竹终于察觉到不对劲，狐疑地看向他。别的女生对我有意思，为什么要跟你说？还有，凭什么其他女生不能请我吃饭，你就行？苏青离面不改色，一本正经的胡诌。我是班长，有责任监督同学们的学习状态，不能让早恋影响成绩。至于吃饭，我们是同桌，同桌一起吃饭很正常，这和其他人不一样。林静竹被他这套歪理说得一愣一愣的，看着苏青离清冷认真的表情，又觉得他没必要骗自己，毕竟冰山校花怎么可能对自己有别的心思。他很快放下疑虑，甚至有些感动。谢谢你啊，还这么关心我，还得是我，这小同桌真好骗。苏青离心里的小人儿笑得前仰后合，表面却依旧淡然。不客气，应该的。所以你打算怎么谢我？林静竹刚涌上心头的感动瞬间僵住。你想怎么谢？叫声姐姐听听。苏青离语气随意，仿佛只是随口一提。叫不了。林静竹想都没想就拒绝。这顿饭钱我付。苏青离轻飘飘地抛出诱饵。姐。林静竹瞬间变脸，眼神真诚，语气深情，那速度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苏青离强忍着笑意，淡淡点了点头，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语气宠溺，乖。随后起身走向柜台，抽出一张100元大钞结账，动作优雅得如同电影里的女主角。林静竹愣在原地，摸了摸被揉过的头发，心里泛起一丝奇怪的感觉。这校花同桌好像和传闻中的冰山形象不太一样。两人离开饭馆后，苏青离让林静竹在便利店门口等他，自己进去买湿纸巾。林静竹刚站定，就听到身后传来熟悉的娇嗲声。林静竹。他回头一看，宋静文正双手抱胸站在面馆门口的台阶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脸上满是骄傲。怎么想通了要跟我道歉了？林静竹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他。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宋静文却自信满满。你平时都在食堂吃饭，今天特意来校门口，不就是在等我吗？提到苏青离，林静竹就想起刚才被细数黑历史的尴尬，太阳穴突突直跳。他懒得再跟宋静文纠缠，不耐烦地说，你要是说完了就赶紧走，我等人呢。宋静文被他的态度惹恼了，提高声音，林静竹，你什么态度？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现在立刻道歉，不然你后悔都来不及。便利店里，苏青离刚结完账，就听到了宋静文的呵斥声。他停下脚步，悄悄躲在门帘后，想看看林静竹会怎么应对，这可是检验他教学成果的好机会。林静竹挑眉，我有什么好后悔的？宋静文胸有成竹，你不道歉，我就再也不理你了，以后你就算求我，我都不会多看你一眼，我们绝交。好啊。林静竹毫不犹豫地答应。宋静文彻底懵了，他预想过林静竹会服软，会道歉，却没想过他会是这个反应。他气急败坏地喊道，你到底什么意思？字面意思。林静竹语气平淡，我同桌说了，让我好好学习，少和不三不四的女生打交道，特指的你。我不三不四。宋静文气得浑身发抖，你怎么敢这么说？不是我说的，是我同桌说的。林静竹把锅甩得干干净净，你同桌说的你就听？宋静文快要疯了。林静竹终于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我为什么不能听他的？凭什么要听你的？我同桌是校花，长得好看，个子高，说话还好听，我为什么不听？又不像你，个子矮，长得也不好看。这几句话如同尖刀，直接扎进宋静文的心里。他眼眶一红，带着哭腔喊道，林静竹，你记着，我再也不会原谅你了。说完转身就跑。林静竹看着他的背影，毫无波澜上一世的委屈和不甘，在这一刻终于烟消云散。这时苏青离从便利店里走出来，手里拿着湿纸巾和几颗水果糖，装作不知情的样子。刚刚在和谁说话？路过的，不熟。林静竹随口答道。苏青离点点头，递给他一颗水果糖，找林给的，尝尝。小同桌嘴真甜，还知道夸我好看，当赏。他心里的小人儿笑得眉眼弯弯。林静竹接过糖，撕开糖纸丢进嘴里，甜甜的味道在舌尖蔓延。两人并肩走回学校，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们身上，留下斑驳的光影，气氛难得的和谐。
回到教室，同学们大多趴在课桌上补觉，教室里一片安静，只有风扇转动的吱呀声。林静竹也觉得困意袭来，趴在桌上很快就睡着了。苏清离侧着身子，单手托腮看着他的睡颜，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这个小同桌睡着的时候倒还挺可爱。下午1点40，上课铃声准时响起，惊醒了教室里的众人。同学们唉声叹气地坐直身子，揉着惺忪的睡眼，迎接下午的课程。高30班是文科班，下午第1节是地理课，第2节是政治课，满满的知识点扑面而来，让人昏昏欲睡。苏清离却依旧精神抖擞，他坐在课桌前，认真地听着老师讲课，手中的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重点。阳光落在他的侧脸上，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浅浅的阴影，侧脸线条精致得如同精心雕琢的艺术品。林静竹看着身旁专注的苏清离，心中不由得感叹，真是优秀的一塌糊涂啊。上一试，苏清离以658分的高分拿下南省文科第3，市文科状元的头衔，而他自己则成绩平平，甚至差点没考上2本。但现在不一样了，他重生了，有机会改写自己的命运。想到这里，林静竹的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笑容。突然，一张纸条被推到了他的面前，林静竹低头一看，上面是苏清离娟秀的字迹：别傻笑，专心听课。他抬头看向苏清离，对方却依旧专注地看着讲台，仿佛什么都没做。林静竹尴尬地挠了挠头，赶紧收回目光，认真听起课来。而他没看到的是，苏清离的嘴角正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小白痴，居然偷看我看的走神，姐姐的魅力真有这么大吗？下午最后1节课是班会，班主任刘春拿着教案，脸色阴沉地走进教室。他往讲台上一站，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怒气冲冲地说：下周2模都给我好好复习。上次1模咱们班的平均分掉到了年段倒数第2，前30、前50的人数也只排第4，前10名更是只有1个。我在办公室里都快抬不起头了。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都低着头，生怕成为刘春的出气筒。林静竹却并不意外，上一试他们班的成绩就一直处在下游，刘春也常常因为这事发火。正想得走神，刘春突然怒吼：林静竹，你给我起来！林静竹下意识地站起身，迎上刘春愤怒的目光，还有同学们幸灾乐祸的眼神。刘春指着他，怒不可遏：你还好意思走神？知不知道你上次1模多少分？全班倒数第5，马上就要2模了，你还不抓紧时间复习，整天就知道发呆。林静竹站在原地，没有像上一世那样羞愧地低下头，他看着刘春，语气平静：老师，这次2模我会证明给您看的。刘春愣住了，他没想到林静竹会说出这样的话。以往的林静竹每次被批评都会低着头沉默不语，今天却如此有底气。他狐疑地打量着林静竹，半晌才冷哼一声：好，我就看你怎么证明。坐下吧，下次再敢走神就给我出去罚站。林静竹坐下后，苏清离悄悄递过来一张纸条：有信心就好，加油。看着纸条上温暖的字迹，林静竹心中一暖，转头对苏清离露出了一个笑容。苏清离微微一怔，随即也对他点了点头，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笑意。窗外的阳光依旧明媚，蝉鸣声声，教室里弥漫着紧张的复习氛围。林静竹知道，这一世他不仅要摆脱过去的阴影，还要抓住机会考上好大学，更要守护好身边这份突如其来的让他心动的温暖。而2模就是他证明自己的第一个机会。班会课上，班主任刘春的话音刚落，教室里瞬间陷入一片哗然。林静竹站在座位上，正准备借着重生的底气好好装一波，却没料到身旁的苏清离突然起身，清冷的声音如同平地惊雷，瞬间夺走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老师，我可以辅导林静竹。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10班炸开了锅。同学们纷纷转头，难以置信地看向苏清离这位素来高冷，连男生靠近都嫌麻烦的冰山校花，竟然主动要给班级吊车尾的林静竹辅导功课。前排那个之前嘲笑林静竹最凶的男生急得跳脚，慌忙向刘春进言：老师，苏同学还要冲击年段第1，不能被林静竹拖累啊。刘春也有些犹豫，苏清离可是他的得意门生，要是因为辅导林静竹影响了成绩，得不偿失。可苏清离却语气平静地反驳：老师，作为班长，帮助同学是我的义务，而且辅导他人能帮我巩固知识，不会影响自己。他的话有理有据。刘春最终点了点头，转头却对着林静竹厉声警告：林静竹，你要是敢影响清离，我饶不了你。林静竹无奈应下，坐下后忍不住小声对苏清离说：其实我自己能行，不用麻烦你。苏清离却依旧是那副清冷模样：别误会，
我只是敬班长和同桌的义务，可只有他自己知道。刚才看到林静竹被众人嘲笑时，他心中的怒火早已熊熊燃烧他的小同桌，岂容他人随意讥讽？而且1对1辅导，不正是光明正大靠近林静竹的好机会吗？他甚至已经在心里盘算，要不要手把手教学。班会结束后，傍晚的余晖洒在教学楼的走廊上，将学生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苏清离被几个女生约去吃晚饭，林静竹则和死党沈科一起走向食堂。食堂里人声鼎沸，饭菜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沈科一边扒着米饭，一边对林静竹羡慕的两眼放光。静哥，你也太牛了，苏校花居然主动给你辅导，这可是头一遭。林静竹淡淡一笑，我这次2模至少能提高200分。沈科却以为他在吹牛，一脸唏嘘。静哥，你这是被苏校花冲昏头了吧？上次你才考370，提高200分就是570，都能进班级前15了。林静竹挑眉，顺势提出打赌。沈科想都没想就应下，要是你真能提高200分，我就去操场倒立裸奔3圈，要是你输了，就教我怎么追苏校花。林静竹看着沈科豪爽的模样，忍不住哭笑不得。他原本只是想让沈科请几顿饭而已。另一边，苏清离和3个女生坐在食堂的角落，也被追问起辅导林静竹的原因。语文课代表袁婷婷好奇地问：清离，你怎么突然要给林静竹辅导啊？之前也没见你帮过别人。苏清离依旧用对付刘春的说辞应付：我是班长，帮同桌是顺手的事。可当袁婷婷说要是你对林静竹没兴趣，我就试试追求她时，苏清离手中的筷子啪地拍在桌上，冰冷的目光扫过3人，马上2模了，好好复习，少想没用的。3个女生被他的气场震慑，连忙点头，却没看到苏清离心底悄悄松了口气。还好自家的菜没被别人惦记走。吃过晚饭，晚霞将天空染成浪漫的橘红色。林静竹和沈科回到教室，没过多久，苏清离也回来了。他刚坐下，就从抽屉里拿出2份英语试卷，放在林静竹面前。这2份完形填空，要是错题少于8道，我就相信你自己能行。林静竹拿起试卷，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笑容。上一世在教培机构工作3年，刷过的高中英语卷比吃饭还多，这点题目对他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苏清离坐在一旁，心中却早已胸有成竹。这2份是石安重点中学的月考卷，难度中等偏上，以林静竹的水平，至少得错14、15道。可20分钟后，当林静竹将填好的试卷递过来时，苏清离对照答案一看，瞳孔骤缩，2份卷子30道题居然全对。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检查了好几遍，确认没有看错。苏清离抬起头，第一次在林静竹面前露出了震惊的神色，清冷的面容上多了几分慌乱。林静竹看着他这副模样，心中不由得生出几分成就感。现在信了吧？可苏清离骨子里的不服输劲儿，却被激发了上一世身为上市集团总裁的他什么时候输过。他迅速从课本里抽出一张英语竞赛卷，用胶带挡住自己填过的答案，递到林静竹面前，再做这个。林静竹迎上他眼中的挑衅，从容接下，没问题。10分钟后，林静竹将试卷交回，苏清离颤抖着手揭开胶带，当看到试卷上全对的答案时，他倒吸一口凉气，眼中的震惊更甚。这份竞赛卷的难度远超普通模拟卷，连他自己都错了3道，林静竹却只用10分钟就做到了全对。他忍不住上下打量林静竹，心中充满了疑惑，这还是那个在日记里抱怨英语难的小同桌吗？林静竹看着苏清离震惊的模样，心中却十分平静。他不会告诉苏清离，上一世高考失利后，他看着父母花白的头发，终于幡然醒悟。大学期间，他拼命苦读，还兼职做家教补贴家用，毕业后更是在教培机构当了3年高中老师，刷过的试卷能堆成小山。如今重生，面对这些高中题目，不过是降维打击罢了。教室里的灯光渐渐亮起，晚自习的铃声即将响起。苏清离看着林静竹，心中的疑惑越来越深，可更多的却是一种莫名的欣喜。他的小同桌好像比他想象中更优秀，而林静竹则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嘴角勾起一抹笑容。这一世，他不仅要弥补遗憾，还要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晚自习开始后，教室里安静的只剩下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苏清离依旧有些心神不宁，时不时偷偷看向身旁的林静竹。林静竹却已经拿出课本，认真的复习起来。重生的优势让他对知识点的掌握事半功倍。苏清离看着他专注的侧脸，心中突然生出一个念头，或许他的小同桌真的能创造奇迹。这时，林静竹似乎察觉到了他的目光，转头对他笑了笑。苏清离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慌忙转过头，假装认真看书。
耳根却悄悄泛红。他的心底第一次对林静竹产生了好奇之外的情愫。这个重生的小同桌好像越来越让他着迷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二模的日子越来越近，林静竹每天都在认真复习。苏清离虽然不再提辅导的事，却会在林静竹遇到难题时不动声色地递上一张写满解题思路的纸条，两人之间的氛围越来越微妙。同学们也渐渐发现，苏清离看林静竹的眼神似乎多了几分不一样的情愫。沈科看着林静竹和苏清离之间的互动，心中更是羡慕不已，每天都缠着林静竹，让她传授追校花秘籍。林静竹却总是笑而不答。他知道他和苏清离之间的缘分早已在重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不一样的结局。二模考试如期而至，林静竹走进考场时，心中充满了自信。他知道这不仅是一场考试，更是他改写人生的开始。而考场外，苏清离站在走廊上，目光紧紧盯着考场的方向，默默为林静竹加油。他相信他的小同桌一定会给他带来惊喜。考试结束后，林静竹走出考场，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苏清离。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身上，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美得惊心动魄。苏清离看到林静竹，快步走过来，清冷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考得怎么样？林静竹笑着点头，还行，应该能达到目标。苏清离看着他自信的模样，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嘴角也忍不住露出了一抹温柔的笑容。他知道，属于他和林静竹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几天后，二模成绩公布，当林静竹的名字出现在班级第15名，总分570分的位置时，教室里再次陷入一片哗然。沈科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静哥，你真的做到了！他一边喊着，一边就要脱衣服去操场裸奔，却被林静竹连忙拉住。苏清离看着林静竹的成绩，眼中满是欣慰。他走到林静竹面前，清冷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恭喜你，林静竹。林静竹看着他的笑容，心中也暖暖的。这一世有苏清离的陪伴，他再也不会孤单。班主任刘春也对林静竹刮目相看，在班会课上特意表扬了他。林静竹站在讲台上，目光扫过台下的苏清离，心中充满了感激。他知道这只是他重生之路的第一步，未来他还要和苏清离一起考上理想的大学，创造更多的奇迹。英语考核的完胜只是林静竹展现实力的开始。接下来的几天，从语文的古文诗词到数学的压轴大题，从政治的理论辨析到历史的史料分析，再到地理的图表解读，林静竹如同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将各科知识拿捏得游刃有余。背诵逍遥游时，他张口就来，字句清晰流畅，连标点符号都分毫不差。解数学最后一道函数综合题，他笔尖不停，复杂的解题步骤在草稿纸上铺展开来，最终得出的答案比参考答案还要简洁明了。分析文综大题，他总能精准抓住得分点，甚至在苏清离兴奋指出这道题你错了时，轻飘飘一句是答案错了，便让苏清离对照原文后哑口无言。原来真的是参考答案出现了疏漏，厚厚的真题侧在课桌前堆成小山，林静竹却始终气定神闲。上一世3年教培老师的经历，让他见过太多题型，也总结出无数解题技巧。如今面对高中课本上的知识，就像经验丰富的庖丁解牛，每一刀都精准落在关键处。偶尔遇到遗忘的知识点，他只需快速翻阅课本，便能迅速回忆起来。看着班会课上对刘春许下的提高200分的承诺，在自己手中逐渐变得触手可及，林静竹心中满是笃定。他转头看向身旁的苏清离，对方正盯着试卷发呆，清冷的脸上难得露出几分茫然，像极了迷路的小鹿。林静竹挑了挑眉，语气中带着几分得意。现在信了吧？内心的小人儿早已扬眉吐气，被苏清离压制了一整天，总算找回了场子。苏清离这才回过神，努力抚平脸上的惊讶，轻轻点头，是不错。可他还是忍不住追问，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林静竹早有准备，编了个半真半假的理由。其实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偷偷复习，就想在二模给大家一个惊喜。这个解释虽然牵强，但总比重生的真相更容易让人接受。苏清离半信半疑，却也找不出其他合理的说法，只能暂时相信。确认林静竹无需辅导后，苏清离的心情有些复杂。一方面，他为林静竹的进步感到欣慰，这样一来，两人就能在高考后报考同一所城市的大学，不用面临异地的考验。另一方面，他又有些失落，原本计划好借着辅导的机会亲近林静竹，如今这个借口没了用武之地。但很快，这位曾经的商界女总裁就有了新主意，眼中闪过一丝狡嘲。晚上最后一节自习课，
教室里只剩下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林静竹正低头在历史课本上标注重点，一阵清香突然袭来，他转头发现苏清离凑了过来，手中拿着一张英语试卷，语气平淡地说：“帮我看看这篇阅读理解，我不太会。”林静竹愣住了，苏清离的英语成绩稳居年段前列，怎么会被这种难度的阅读理解难住？他接过试卷一看，更是疑惑，这篇文章难度中等，班上至少有一半同学能轻松搞定，可苏清离却一脸坦然：“记忆不会。”林静竹只好重新仔细阅读，生怕自己漏看了隐藏的陷阱，却没发现身旁的苏清离嘴角正悄悄上扬。接下来的自习课，苏清离仿佛打开了好学模式，问题一个接一个。这道历史主观题怎么答？这个字是多音字吗？单选题为什么选 C？ 林静竹耐着性子一一解答，却总觉得不对劲。苏清离的目光似乎很少落在试卷上，反而时不时在他脸上打转。每当他抬头，对方又总能迅速收回目光，摆出一副专注解题的模样，只留下林静竹一脸困惑。更离谱的是，当苏清离第11次请教时，居然指着试卷的学号栏问该怎么填。林静竹彻底无奈，这是学号栏。苏清离却面不改色，翻到下一页继续提问：“那你看看这个。”林静竹只好拿起笔准备讲解，可就在他去拿水笔时，两人的手指不经意间碰到了一起。苏清离的手甚至还轻轻握住了他的指尖，冰凉柔嫩的触感传来，林静竹瞬间僵住。苏清离却一脸淡定：“抓错了，我想把笔递给你。”直到林静竹提醒，他才慢悠悠松开手，内心却早已乐开了花。这意外可是他精心设计的。好不容易熬到放学铃声响起，林静竹如释重负，收拾东西的速度快得惊人，几乎是瞬间就冲出了教室。苏清离看着他逃跑般的背影，忍不住轻笑：“小同桌，跑这么快，难道还怕自己吃了他？”可就在苏清离准备追上去时，英语课代表周华突然拦住了他。周华正是下午班会课上嘲讽林静竹最凶的人，此刻他一脸诚恳地说：“苏同学，我劝你别在林静竹身上浪费时间了，他就是个差生，只会影响你的复习。”说着还想表现自己的绅士风度，要是老班那边不好交代，我帮你解释。苏清离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怒火：“我和你很熟吗？”他顿了顿，清晰地说道：“是我主动要辅导林静竹，不是老班的安排。还有，我的事不用你管。”周华不甘心，脱口而出：“可你和林静竹不也只是同学吗？”苏清离脚步一顿，转头看向他，眼神清冷却坚定：“不一样，我和他是同桌。”这简单的一句话，却像一道无形的屏障，将周华隔绝在外。说完，他不再停留，背着书包快步走出教室，只留下周华愣在原地，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走出教学楼，晚风带着夏日的燥热吹拂在脸上。苏清离远远就看到了林静竹的身影，他正站在路口等红绿灯，路灯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苏清离加快脚步走到他身边，轻声说：“等等我。”林静竹转头看到是他，有些意外：“你怎么这么快？”苏清离笑了笑，没有回答，只是和他并肩站在路灯下，等待绿灯亮起。夜色渐浓，两人的影子在灯光下时而靠近，时而分开。林静竹还在为刚才苏清离的请教感到疑惑，苏清离却在心中盘算着明天的计划。既然辅导的借口没用了，那请教的戏码还可以继续上演。毕竟同桌这个身份可是他最特殊的通行证。夜晚的风带着夏日的余温，吹在林静竹的脸上。他骑着自行车，10分钟的路程里，脑海中不断回放着上一世与父母相处的点滴。13楼的家近在眼前，电梯上升时，他指尖微微收紧，既期待又忐忑。电梯门打开，熟悉的鞋柜、杂物堆映入眼帘，空气中飘来饭菜的香气，那是母亲赵淑琴的手艺。林静竹深吸一口气，掏出钥匙拧开房门。客厅里昏黄的灯光柔和温暖，赵淑琴正弯腰扫地，听到声响抬头，惊喜的笑容瞬间绽开。小然回来了。他转头朝厨房喊：“老林，儿子回来了。”林国正系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就快步跑出来，脸上满是笑意：“快换鞋，老爸给你做了夜宵。”说着又埋怨妻子：“什么你儿子，也是我儿子。”赵淑琴斜眼瞥他：“小然随我才这么帅，当然是我儿子。”林国正立刻举手投降：“没意见，你儿子。”看着父母熟悉的斗嘴场景，林静竹眼眶微热。上一世高考失利，父母四处托关系凑积蓄，只为让他上一所好大学。工作后他忙于事业，极少回家，直到某次团聚，母亲无意间说：“爸爸妈妈看不到你变老的样子。”那句话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如今重见年轻的父母，他再也忍不住，快步上前紧紧抱住他们：“怎么了？
受欺负了。赵淑琴和林国正手足无措，林静竹摇摇头，努力挤出笑容，没事，就是想你们了。一家三口围坐在餐桌前吃夜宵，简单的饭菜却满是家的味道。林静竹埋头大快朵颐，父母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模样，笑着叮嘱慢点吃。聊着聊着，话题落到了工作上。赵淑琴皱眉叹气，我们厂要裁员，要么拿安置费走，要么降薪留下，我正纠结呢。林国正也愁眉苦脸，我这儿也不景气。林静竹心中一紧，他记得上一世母亲最终选择降薪留下，可1-2年后厂子还是破产了，母亲依旧没能躲过下岗的命运。而且他知道母亲一直有开店做生意的梦想，只是被求稳的想法和对他的牵挂困住。妈，辞职吧，去创业。林静竹放下碗筷，认真说道，厂子效益不好，留下也未必长久，不如拿安置费拼一把，要是生意成了，以后我去大城市上大学，你还能帮我买套房子呢。赵淑琴有些心动，林国正却担心，那你学业怎么办？家里总得有人照顾，我不是小孩子了。林静竹拍拍胸脯，下次二模，我进年段前10给你们看。赵淑琴和林国正相视一笑，只当他吹牛，你要是能进班级前10，妈就听你的。林静竹立刻伸手，一言为定，母子俩击掌为誓。客厅里满是温馨。回到房间，林静竹听到父母在客厅小声议论，小然今天好像不一样了，还说要考前10呢。随他吧，有上进心总是好的。他嘴角扬起笑容，走到书桌前，拿出课本和试卷。这一试，他不仅要弥补自己的遗憾，更要帮父母实现梦想。深夜的房间里，台灯亮到2点半，林静竹刷完最后一张英语试卷，才疲惫地躺下。第二天清晨，阳光洒满床铺，他猛地惊醒，糟了，要迟到了。林静竹手忙脚乱穿好衣服，顾不上洗漱，跟父母打了声招呼就冲出门。自行车在马路上狂飙，原本10分钟的路程，他硬生生压缩到7分钟。到校门口，他翻身下车，刚要推车进去，身后传来崔倩倩的呼喊：林静竹，站住！林静竹回头，只见宋静文、崔倩倩和另外2个女生快步走来。崔倩倩怒气冲冲，你还好意思走？昨天欺负灵山，快道歉！另外2个女生也帮腔，就是欺负女生不害臊。宋静文站在一旁，眼圈通红，一副委屈可怜的模样。周围的同学纷纷侧目，窃窃私语，看向林静竹的目光充满敌意。林静竹瞬间明白这是宋静文的报复，故意在人多的校门口装可怜，让他难堪。他冷冷看着宋静文，我欺负你？昨天是谁让我跑腿买雪糕？被拒绝后还威胁我？宋静文眼神闪烁，崔倩倩立刻反驳，你胡说，灵山那么善良，怎么会威胁你？善良？林静竹嗤笑一声，他让我用每周150块的伙食费给他买明星唱片，让我冬天骑自行车给他送半个月早餐，答应考虑牵手就让我上交2个月伙食费，这些也是善良。他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周围同学耳中，大家的目光瞬间从质疑变成惊讶。宋静文脸色惨白，急得眼泪掉下来，你胡说，我没有。有没有？你问问7班的同学，谁不知道你把林静竹当工具人？这时沈科恰好路过，立刻帮林静竹说话，周围的议论声更大了。宋静文站在原地，手足无措，再也装不出可怜的模样。崔倩倩还想辩解，林静竹却懒得再纠缠，我还要上早自习，没时间陪你们演戏。说完，他推着自行车，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走进校门。身后，宋静文的哭声和同学们的议论声渐渐远去。林静竹心中没有快意，只有释然。上一世的亏欠与遗憾，他正在一点点弥补。这一世，他要为自己、为父母活成想要的样子。校门口的晨光中，宋静文看着被崔倩倩等人拦住的林静竹，眼底藏着得意。他算准林静竹性格内向，想借着大庭广众的压力，逼他低头道歉，折断他那点可笑的自尊。可林静竹却只是淡淡瞥了他们一眼，吐出一个哦字，便要推着自行车走人，仿佛他们只是空气。崔倩倩气得胸口发闷，冲上前抓住自行车车头，另外2个女生也立刻围上来，堵住林静竹的去路，不道歉不许走。宋静文站在一旁，继续扮演楚楚可怜的受害者，眼角余光却带着猫戏老鼠的嘲弄。他笃定林静竹这次插翅难飞。可下一秒，林静竹突然转头，朝着校门口执勤的老师喊道，老师，他们不让我去上课。这一声如同惊雷，崔倩倩等人瞬间慌了，赶紧松开手退到一旁。中年老师皱眉看来，宋静文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怎么也没想到林静竹居然会告老师。眼看林静竹就要顺利进入校园，崔倩倩不甘心地大喊，林静竹，你算什么男人？小气鬼，没人看得上你。话音未落，一道清冷的声音突然响起，
我能。引擎的轰鸣声传来，一辆漆黑的迈巴赫稳稳停在校门口，车门打开，苏清离踩着高跟鞋走下来。她身着豫南中学校服，却难掩清冷气场，长发随步伐轻扬，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众人的心尖上。她径直走到林静竹面前，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快迟到了，走吧。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苏清离伸出手，轻轻牵住林静竹的左手，两人并肩走过宋静文等人身旁。宋静文看着他们的背影，气得浑身发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进校园。那辆迈巴赫，还有苏清离的态度，都在告诉他，林静竹早已不是那个可以随意拿捏的舔狗。走到校园分岔路口，林静竹才挣脱苏清离的手，道谢说：“刚刚多谢了。”苏清离却依旧是那副淡然模样，同桌之间互帮互助，应该的。你昨天帮我辅导功课，我只是报答而已。林静竹看着自己空荡荡的左手，忍不住腹诽：明明是你，